相信大家对于所谓的微电脑应该都不陌生吧？像是微电脑洗衣机、微电脑冷气机、微电脑清净机等等，这些智慧家电已经成为提升我们生活便利性最大的帮手。其中最重要的灵魂元件，当然就是这个小小的黑盒子微控器，这大约就等同于个人电脑里的 CPU 啦。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呢？我不知道您是否偶尔也会有想要改造小型家电的经验。总之，我们在前阵子布置 Christmas 的时候，因为买了这个小吊灯，才发现它不仅单调，续航力又短。总之，我们今天打算来把它加入个微电脑，应该就能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啦。那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小吊灯有什么问题吧？为什么会需要改造它呢？我们其实买了很多个这种小吊灯，不过这些其实都有个通病，就是我们把它吊着没几天，它们都很快就没电了。这时我们可以拿出这个量测电流神器，量量看它们的耗电到底是多少。因为碱性电池电压高，吊灯亮度会比较高，而且耗电，电流数大约50 mA。现在换成较低压的镍锌电池，电流数只剩15 mA， 但尽管这组电池是超高续航力的镍锌电池，电量高达2450毫安时，大概也只能撑1周。虽说 Christmas 档期从23至25日也不过短短3天，但我们的吊饰一旦上架，就是要撑到过完农历年的啊。算，大约是8周的时间，这样就要换8次电池。但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让它整天都亮着吧？如果能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一天只要点亮晚上6点到12点，共6个小时。这样就只需要换1次电池另外还可以增加一些情境模式，这下子是不是比较有实作的动力了呢？再来，要开始制作微电脑系统之前，我们需要先为它选择适合的处理器。我们的诉求很简单：1要容易使用，2要便宜，3尺寸要小。所以现在我手边这些种类的微控器都不及格，因为它们不是太大颗，就是太贵啦。而在其他 Arduino 系列中，处理器最小的是 Arduino Nano Airy 版采用的 ATmega 4809。你看它的角又多又密，实在不适合我们手工使用。因为 Arduino 的板的诉求通常是现成可用，虽然板身已经够小了，但对 DIY 来说，如果直接把整块开发板安装进去，成本还是太高了。所以我们今天即将采用的是同为 Arduino 系列的 MCU AVR 系列的微控器 ATtiny 412。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后期开发的系列，本身诉求就是主打便宜和小尺寸。这些我们其实从它的名称 ATmega 对上 ATtiny 就可以看出端倪。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进行实作了。不过在那之前，我们需要把它粘到像这种板子上，这样我们之后就可以从它上面的连接孔连接到我们要改装的东西上面。因此，我们可以和先前的相同，利用 Arduino Uno 开发板作为烧录器，但我们这次不采用 Arduino ISP， 而是采用更简单的烧录方法，称为 UPDI 烧录法。这种传输界面除了电源及接地之外，只需要一条线就可以进行烧录的工作。它们的连接方式很简单，分别把第1角接电源，第8角接地之后，再将第6角，也就是 UPDI 烧录角接到 Arduino， 这样就可以进行烧录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在 Arduino 和 ATtiny 之间加一颗电阻，避免两端的电压准位存在差异时过电流，导致烧毁。不过在烧录之前，我们还有几件事情需要做。第一个就是需要下载 JTAG to UPDI 程式，让 Arduino 来执行。下载后，先把 Source 的目录名称改成 JTAG to UPDI， 然后开启专案档，编译，烧录。这样我们就能用这块 Uno 板来烧录 ATtiny 了。再来，我们需要下载 ATtiny 的函式库，这样我们才能在 Arduino IDE 上开发 ATtiny 的程式。先在开发管理员这边输入这行文字，你可以从描述栏中找到这行文字，然后开启开发板管理员，输入 ATtiny， 然后下载这个 MegaTiny Core 函式库。开发板选择对应的型号，我们今天用的是 ATtiny 412，所以选这个。接下来就可以开启 Blink 范例来试一下了。
我们这边可以确认一下，如果相关资源都有安装成功，我们输入的 pin name 应该就会变成绿色。如果选错开发版，那它就会不认得这个 pin name 而呈现黑色文字，然后上传。哦，对了，这边我们当然需要安装一颗 LED 到 PA2 这只脚上面。LED 如果有闪烁，就是成功啦。现在功能就绪，再来我们要下载比较好用的 Timer 函数库，用来取代 Delay 函数，以进行时间的排程。我采用的是 Simon Monk 提供的版本，用 Timer 取代 Delay 函数的好处是可以减少 Delay 函数对系统资源占用的情形。我们把它下载之后，需要把它摆到我们 Arduino IDE 指定的系统函数库路径中，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专案中引用了。先把我们的程式全部都清空。现在我们要来实做我们的 LED 时间管理程式。因为我们预计要把我们的小吊灯24小时点亮一次，然后点亮一次就维持6个小时，所以我们接下来先在程式中引入我们的 Timer 函数库，然后先看一下我们的 Timer 函数库要怎么使用。我们预计会使用这一个，就是固定时间会执行一个函数，然后重复几次，所以首先要先宣告一个 Timer 物件，然后呼叫 Every 函数。这里我们先预设让 LED 点亮24秒，所以是24000毫秒。然后执行一个函数，名称为开始工作，然后先执行3次。接下来建立这一个函数，然后定义我们的 LED 角，然后把这一只角定义为输出。接下来我们要用到另外一个 Timer 函数库中的函数，因为它有直接控到 IO Pin 的功能。这个函数的功能是立即把这一只 Pin 角打开，然后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搬到开始工作的这个函数中，然后每次让它点亮6000毫秒，然后最后我们需要让它轮询 Timer 的状态。现在可以上传看看结果。因为我们的程式是让它每24秒亮6秒，所以当插上电的时候就会开始点亮。所以我们现在在插上电的瞬间启动码表来计时看看，然后在它之后亮灭之间都用码表计时。时间应该算蛮准的。我们按照这个电源的结构，先把这个电源端点解焊，然后把这个端点接到第一角 VDD。然后第8角接到电源的负端，再来把吊灯的电源输入接到第5角。理论上这样就完成线路的连接了，够简单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如何烧入这一颗 IC 呢？很简单，我们可以使用这一种转接座，然后把原本的这一颗 IC 先拔掉。换上这个转接座，它可以像这样直接夹在 IC 上。我们用这种方式直接download看看，因为我们现在的程式是24秒周期，一次亮6秒。如果改用这样子转接可以烧录的话，那烧录完成之后，它 LED 灯应该会亮。烧录。再来，现在如果我们把电源打开之后，它应该就会开始计时了。似乎有按照预定的计划在执行，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件事情需要做。第一件事就是要来把我们的内部时脉改成是1 mega。这样才是最省电的状态。第二件事
是我们要增加一只 I/O 角来驱动小吊灯，以增加可以控制的电流数。第3件事就是要来把这边24秒和6秒改成实际上24小时和6小时的时间长度，记得要乘上1000毫秒。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吊灯安装到我们想要安装的地方啦。这样这个小吊灯应该就能按照24小时周期，每天点亮6小时啦。因为Arduino开放环境的普及，让一些简单的改装工程变得随心所欲。我们将会在日后创作更多改装工程的影片。如果您喜欢这类型的影片，请您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最后，祝您顺心，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